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董先生，28岁，来自山东；职员赵女士，28岁，来自河北，客服。那么，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觉得你们俩般配吗？他颜值比我高，我内心是有点自卑，我是担心配不上他，但是我就是喜欢帅的。我俩挺般配的，我俩都属于特别天真、特别傻的那种。我们上段感情经历差不多，都被人虐过。你们的感情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？我是讨好型性格，我对他的付出从来不求回报，我一直迎合他，但他总是不知好歹。他对我们的感情非常自私，他总是束缚我，还对我提好多要求，让我压力特别大。矛盾重重，压力满满啊！这从哪儿讲起啊？谁先讲讲？我来讲，就是从他，我跟你说，他真的很不知好歹的一个男人。就是怎么说呢？他的爷爷奶奶有段时间生病了，家里为了治病就已经欠了，就是一段时间钱了。他还就给他前女友，就是买二手的奢侈品啊，项链、手镯、戒指，给他前女友付信用卡，给他付房租。然后他跟我在一起之后嘛，他不是外面有债吗？然后他就省吃俭用嘛，我就看着很心疼他。他现在在租着一个700块钱的，就是环境也不怎么样，就是交通也不怎么样的房子。然后我就说，父母在张家口给我就是留了一套70万左右的婚房。我说我把这婚房卖了，我们俩在天街购一套那种二手的小公寓，为我们以后的生活有一个保障。到时候本儿写我们俩的名字。然后我跟他说了之后，他特别生气，他特别不乐意。我肯定不能接受这件事儿。如果说买房子的钱是咱俩一块儿努力奋斗挣来的，没问题，写上咱俩名字，算咱俩一块儿的。哦，你把你爸妈在你老家给你留的婚房卖了，然后给我买房子，写上我的名儿，不是我成什么了？小白脸儿，吃晚饭的。我愿意把我有的东西我分一半，无偿的分给你。行，你想帮我，你换谁不乐意？就你。你想帮我是吧？你借我2万块钱，我给打个条，年底之前我还给他，他不借给我，你不借给我呀？你那2万块钱是什么？是你跟你女朋友你们所欠的那个情债，你让我现在去负担这个情债，你觉得你是个男人该干的事儿吗？情债的，那就我自己欠的钱，跟什么前女友没关系啊。那你说到底，你还不是给他买的东西吗？也就是你给前女友买的东西，欠下了2万块钱。现在要问他借钱去还，对不对？我也没记那2万块钱是不是给前女友花的，我记不清了。反正就是以前欠的债。你男朋友的意思是说，你与其给我买房写我的名儿啊，我承受不起，你不如解决一点实际我的困难。这是他跟前女友的事儿，我觉得我插手这个事儿，我觉得我就很冤大头。他那前女友现在还有联系吗？你一口一个前女友，前女友。一直都有，还有联系啊？有，他其实这干了一件让我觉得非常冤种的事儿啊！他以前给前女友买了个电脑，之后电脑坏了之后，前女友就给他发消息说：“哎，我这电脑坏了，你给我修一下吧。”分手之后我们还是朋友啊？怎么了？就找我帮个忙还不行吗？不是我和于老师也朋友，我电脑坏了肯定不能让他给我修呀。对呀。那电脑是我送给他的，他坏了肯定得我来负责。我的妈呀，这还沾上了！原来你要负责到底呀！我对朋友一向都是这样的。那是前女友，不是一个普通朋友。他修了吗？这电脑修了。那女的跟他游过来，他自掏腰包给人家修好了。然后这女的就前女友要来天津出差嘛，就给他发消息说：“我来天津出差了啊，你把我电脑修好了，我得谢谢你，我请你吃个饭吧。”然后我知道这事儿之后，我说我跟你去。我都想看给他迷这么5迷3道，分手这么多年了，还念念不忘呢。不是，他俩见面了？见了，我跟着去的。哇，这就是我们就是在那个饭店门口嘛。我看他前女友过来了，然后我就瞬间就感觉特别生气，我感觉他在欺负我男朋友，把他骗得团团转，我就觉得很难受，我就上去推了这女的。我推他之后了，他就唯一让我觉得干了一点男人的事儿啊，他拦在我的前头，把我们分开了。我觉得这是他唯一一个，就是我现在就是还跟他好好站在这儿的原因，就是我觉得他这事儿至少是向着我的。你要跟着去的，你上来推人家干嘛呀？我是心疼你被他骗成那样。你可以回去跟我说，你让我在他面前一点面子都没有，你一点面子没给我留。我回去跟你说了没有？我回去跟你说，我说这个钱，你给他修电脑的钱，包括你以前给他花这钱，你要是舍不下那个脸，我舍去脸，我给打电话，我跟他说把这钱还你，你又怎么说的？你说不合适，你说不行。本来就不合适，那钱那虽然是以前我跟他在一块儿，我给他花的，但那怎么着那是我自愿给他花的，不是说他朝我借钱，现在你替我要债去了，你凭什么管他要？你电脑的钱是不是你掏的？说我吗？我好意思，我怎么不好意思？他之前那个前男友，他俩有一个共同账户，说是俩人一块往里存，全是你存的，你那前男友根本就没往里存过什么钱。完事，他那前男友大手大脚的老提里边钱出去买球鞋。他过生日的时候，
连个生日蛋糕都没给你买吧，对吧？就那种人你都能原谅他，我怎么就不能原谅我前女友呢？对不对？我前男友我删了，你前女友你现在还联系着呢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我说了，分手之后我跟他还能做朋友。谁的前女友是的朋友啊？我有自己对待朋友的方式。咱不吵了啊，谁都有谁的理。但是，我跟你说啊，姑娘，他带着你去见前女友，你可别觉得他在那儿怎么着，他心里美着呢。俩女人争我一个，你不是在那儿看热闹，看俩女人打起来，你就是这个心态呀，你没别的心态。我跟你讲，前女友能不能做朋友，不算太重要。如果你觉得能做朋友，你现任女友也接受，朋友就朋友。你现女友不接受，你还带上她去，不是等着两人打架，你在旁边看热闹吗？这是什么心态呀？这是。然后我俩已经处了有1年多左右了。他说带我回家见他父母，然后他也跟我说过他母亲有腰伤。我觉得我第一次上门，我带着一点礼品，我带着护腰的东西，我上门去了。就是我们从进门的见面吃饭都还可以，就快吃完饭的时候，他母亲跟我说什么：“姑娘，你在家做家务吗？”我就当时一下懵了，我说是不是因为我这体重啊，我太胖了，给他母亲一种就是那种误解，是我不做家务，我不运动，才导致我现在这个体型。但是我是因为就是跟前男友就是以前就是分手，然后就有受点小刺激嘛，有点小抑郁，吃了一段时间激素药，他催胖的。然后我就跟他母亲这么解释了，我说阿姨，到时候大家一起共同承担吧。啊，那不挺好了吗？你做的是啊。但是这事儿我看旁边看我跟他母亲这么说，一句话不说。他能说啥呢？那个情况下，至少站起来说一句啊！你别在这撒谎，你当时跟我妈甩脸子了，你摔门走了。我那是因为甩脸子，是因为这个事儿吗？我甩脸子是因为礼金的事儿。我跟你说没说过，河北上门有礼金，就是去他家之前我就跟他说过这事儿。他怎么说呢？他当时一知道，他说他会跟他母亲说。我确实跟我妈说了呀，没准是我妈忘了呢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没提这事儿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见面第一面给你包个红包，对我们那边是有见面的一个习俗，就是见面一定有个红包，就是哪怕多少你是份心，就是我儿子第一次带女朋友。这小伙子的母亲没给你？没有，从我来到走就没有给我。然后我就很生气嘛，我就摔门走了。如果长辈没给你们，确实有这样的风俗哈，我觉得你心里不舒服能理解，但是摔门走绝对不对。你以后还和不和你未来婆婆处？对，这倒是。你可真行、啊！你当时一点我现在是觉得一点没给我妈留台阶，你让我怎么跟她交代？以后咱俩真的不给你妈留交代，是你就没给我交代。不吵。那为啥你妈妈没给她礼金啊？那兴许就是忘了。你没问呀？不是你这对他也不问。你这未来的媳妇儿摔了门走，你妈不问为啥？你不给你妈解释啊？不是，他都那样对我妈了，我敢跟我妈说什么呀？你妈妈很开心，她就是让你们2个人分开。这样的事情都会忘，怎么可能呢？这个事儿之后呢？后来就是我们俩上一结婚的事儿吗？我当时跟他说的是，我说我就是车房彩礼我都不要，但是我们就是北方有个习俗，就是结婚得有3金。他跟他妈说这事儿之后，我不知道他妈妈从哪儿知道啊，说深圳黄金便宜，然后就意思想让我跟他去那儿买。我就跟我父母说了，我说那个男方家长的意思就是我们去深圳一趟，我父母不同意。我父母的意思是什么？你就当地买，你至少有什么出了问题，你能找着人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咱就当地买呗。然后他的意思就是什么？这事儿我不管，你去跟我妈谈。你要求在那什么专柜买的，当然是你去跟我妈谈啊。我跟你妈见了几面，我去跟你妈谈。你说要3金，我说不买了吗？我妈说不买了吗？她确实听人家说人深圳那边便宜，都是一样的东西，少花点钱不行？她说错了吗？我爸妈有错吗？你本地的话出什么问题？你是不是售后好找？你深圳那边有谁啊？你有熟人吗？什么问题啊？咱们先别说买3金的事儿了，你俩先说说感情的事儿吧。这天天吵成这样，这3金不重要，重要的先把你们感情捋顺，是吧？你把他妈都得罪了，他妈还同意给你买3金，我都觉得这妈还可以啊。哎，你妈认可这个姑娘吗？反正也没说要求我俩分手嘛，就是说先再处看呗。潜意识当中，看看再说嘛。我是有时候觉得他真的一点儿都不靠谱。他那段时间在看什么鉴宝直播，不知道谁跟他说啊，说是你去摆这个摊儿，你也能日入多少，月入多少，他就去了，他请了假，好好的班不上，请假请了1周去摆这个摊儿。然后1周啊，时间也浪费了，钱也浪费了，一件都没卖出去，现在挂咸鱼上呢。现在没卖出去，不代表以后卖不出去。再说了，我也是为了咱们以后着想，我想多一份收入的话，咱们能改善生活。还有，你是不是那块料你自己没数吗？你就是一天到晚说我不是这块料，不是那块料的，我就想干成点东西，我让你看看，我想证明一下我的能力。你每次都总是这样，你总是这样，包括你那同事小胖不也一样吗？给你招安保的工作啊，你跟着去了，
你假也请了，最后呢，你找了12个安保之后，小胖跑了，那个12个安保把他围住，让他结工资，15000块钱，没给我打电话，跟他朋友打了这条欠的。你那时候有问过我吗？你有没有说打个电话给我女朋友这事儿？我跟女朋友说一下，我都不用你打一个欠条。这么点事儿我自己做不了主吗？我非得什么都经过你批准我才能干。我一大老爷们儿，我什么事儿我都得问你。都我付出多少，你都觉得我在说我，你都觉得我在管你是吗？你在旁边真的，我们都觉得特像妈数落儿子。我是想把我力所能及、我能干的事儿，我能给他，我全都给他。那你得问他要不要呀？从法律上来讲啊，赠与得需要赠与人同意，对，这个法律行为才能实现。他不要啊。对，你想掏心掏肺，对，结果他狼心狗肺，你怎么办呢？对，于老师说送我一辆车，但我不同意，那这个行为是不发生的，不能发生的。对啊，对吧？你爱他，得问他愿不愿意接受你的爱呀？你还做了什么很爱他的事儿，他不接受的事儿吗？就我觉得啊，他跟我上班这不是距离很远吗？就是我每天都要开车上下班接送他，然后我觉得很麻烦，我就想着我说辞掉我现在的工作，我去他的那个所在的工作的地儿附近找一个，最后找跟他一个楼的工作，然后工资呢还比以前那个工资还少了1000多块钱。然后就这样，我就是跟他一起上下班，不到2个月，他跳槽辞职了。我就是觉得我一大男人，天天让你接来接去的，我面子上过不去。那不是很有面子吗？这太有面子一件事了，怎么会过不去啊？男生都感觉有面子啊。对啊，女朋友你看每天接送我。哎呀，你们还是模式没有调整到一个彼此契合的方式。还有啥吗？就是他最近现在就很努力啊，他最近很上进，在考那个会计师跟经济师证。好事儿。我就看他天天那么学，他脖子很累吗？我就说我有一个学中医的老同学，我跟他学艾灸，学推拿，我给他整一整，这让他舒服一点儿。然后他不乐意，他不相信我，他动都不让我动他。不是你又不是专业干那个的，你刚跟人家学几天了？就上回他非得说给我推个拿，行你推吧，摁完了我那肩膀头子我疼了好几天。你就是永远这样，你从来不相信我，上赶着对你好，你觉得我在付出，你前男友你本来就谁都比我重要，你旁人都比我重要，那我算什么？我排第几？哎，姑娘，你这上赶着明显人家就拒绝。就不接纳，你怎么还老上赶着又要给买房，又要给还债，还要给按摩？你这还为了他辞职，人家不需要呀，你为什么一直去你个热脸贴他冷屁股，这贴的有意思吗？就是因为我真的很想留下他，我真的很喜欢他，我想为我们俩以后做准备。但是我发现我做什么我都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跟答应，他永远都这样。爱到这么疯狂了呢？哎，这于老师用这个词儿挺对的，这爱到这么疯狂哈。你看他已经摆手了，干嘛呢？他一天到晚的吧，他在我这儿，他事儿太多，他总是喜欢跟别人比。今天呢，提我前女友，我跟你前女友，你更爱谁啊？明天呢，又说我朋友啊，我妈，让我在他跟我妈之间做什么选择？你这让我怎么选择？我告诉你，我的母亲在我心中那肯定是第一位的，没有人能替代我妈的位置。啊，这个我只能这样回答你。你爱我吗？我感觉到你一点都不爱我。我肯定是爱他的，但是我接受不了他现在对我的这种相处方式，天天压得我喘不过来气。我感觉。那行，咱好好说。如果你们都是坦诚的说，还是爱着彼此，咱说个1、2、3，需求是什么？看能不能往中间凑一凑，好吧？这女生的需求我们听懂了，她就希望把你拴在身上，是吧？她有的都给你，你不接受，那你要什么？说一下。我现在今天站到这儿，我就想告诉你，我心里不是不在乎你，我一直都很爱你，但是。你看到的我的那些，缺点，你管它叫缺点，那就是真正的我会一直那样下去。如果你不能接受，如果你不肯为了咱俩之间这1年多的感情做出改变，那我告诉你，我也累了。你们能帮他们吗？有什么建议吗？姐妹，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家，他就是个渣男，放下吧。其实我有不同的看法，我感觉其实这个男孩他表面上感觉他很困扰，但是我觉得是一种甜蜜的困扰。你的女朋友非常爱你，然后你现在是比较要面子，其实你很有男人的骨气，但是你自己把这个骨气的这个牌匾立得太高了，可以放一放。你俩不是失恋群里认识的吗？我告诉你，失恋群里再逮一个别人，你也爱他。你并不是说这个男生有多特别，我不觉得，你就是你自己的满腔爱意，因为前一个人你失恋了，那个人不接受，你现在想找一个人来装下你的满腔爱意，你想要给他10分的好，换他对你1分的好。你现在还有钱，你还有时间，你还年轻。我说你有时间，你去减肥，不出3个月，你让他配不上你。
你这哭哭啼啼的干啥？我跟你讲，你哭哭啼啼的，在场的所有女性心疼你，你爸妈心疼你，他不会心疼你的。哎，我现在还是很爱你，但是前面说什么都不重要，注意转折，就但是后面才是最重要的。他的前任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我知道。对方什么都不付出，对方只要楚楚可怜的跟他求救，他没钱也要给啊，贷款都要去让自己的前女友过得好呀。干什么嘞？我跟你说，你要是现在跟他结婚，未来我跟你说，他可能还冒出个前女友2号、3号、4号，都是他以前爱而不得的人，你怎么办？我没办法。我跟你说，咱争气一回好吗？跟他说拜拜，因为你不甩他，他一定甩你。那么这位男士永远是开局一张嘴说啊我爱你，我很爱你，我很在意你，行动上真的没看见，可能在你的前任那有，但是在这个女孩上我没看见。不要再画饼了。我觉得你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我看来是你给他画饼，你跟他说有一天我会努力，我会好，有一天我会怎么样，有一天我们会怎么样，有一天到底是哪一天？你要对自己负责任，而且你要跟这个女孩道歉。你一直给她画饼，为什么要去伤害一个这么善良的女孩子呢？我希望你能真的闭上眼睛，问问自己的内心，你爱这个女孩子吗？你是真的爱她，跟她在一起的，还是在那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段，你刚失恋，你急需要一个合适的人帮你走出失恋的痛苦而选择跟他在一起的？如果是出于后者或者其他的那个原因，不爱他，我希望你能提前告诉他，你别伤害了一个这么喜欢你的一个女孩。其实对于女生呢，我想跟你说的是，就是没有谁离开谁就真的就是活不了的。我觉得你很优秀，你离开了他，你一样能活。你唯一需要改变的就是，你的脾气嘛，一样的。其实刚刚在台上你咄咄逼人这么长时间，其实我们大家都已经有一点受不了了。以后即便不是跟他，跟其他人，你也会有一样的问题。曾经我身边有一个朋友，感觉像跟你一样的一个情况，就是今天我就是离开了这个男的，我就是活不了了。我苦口婆心跟他说了3天，道理都懂，什么他都能听进去，但就是离开了，就是活不了了。最后真没招了。我给他出了一个主意，这个下次如果你真没招了，你这样做也行，你就赖在他身边，你就跟他谈恋爱，你就继续讨好他，但是你要做一个潇洒讨好型人格，你不能求回报。我就是要对你好，千金难买愿意，直到有一天我爱不动了，我自己就走了。我跟老师们的观点有一点不一样啊。我说实话，我觉得你俩谁也不爱谁。对，我没有觉得这个女生有多爱这个男生。你在我听来就像是一个狩猎者。我看到一个猎物，我确实喜欢她，她长得漂亮，她能力没那么强，我想占有。我占有她的方法是用我擅长的方法。你有啥能力呀？你父母给你的婚房多了不起啊！你问过你父母吗？愿意让你没结婚就把这房子过户给一男孩吗？你爱他，拿出点真本事啊！自己挣来钱。而且你用这种方式，他为什么不要啊？在这点上，我觉得人家还是算个小爷们儿。我不占你的便宜，我还没占你便宜呢，你就天天要死要活绑架我，说你多么爱我，我不知好歹。他敢要你这个吗？我从这点我认为你也不是爱他，你只是觉得他身上有软肋，他钱不够多，你拿这个软肋在裹挟他的感情。对吧？结婚我啥都不要，我还倒贴。你说吧，你要不爱我，你得是多么的不知好歹呀！我得是多么的楚楚可怜呀！我真心付出，我一腔热忱，我全心投入。你不对，你不好，是你错了。用这种方式怎么能称上是爱呢？你其实没有认真的去判断你爱不爱他。其实他有啥值得你爱的？对你也不好，有啥好爱的呀？是吧？你也是错误的认知。你跳出这段关系，真正的去看一下，你在乎他的是什么？你又能为这个人自己付出多少对等的，而不是绑架对方的感情？你再说你爱不爱他呀？别哭哭啼啼的，有啥意思吗？你自我感动，人家都不为你感动，你感动啥呀？人家啥都不要，你给的都不要，别自我感动，别扮演悲情人生，别指望自己能遇到一个比自己弱的人，你像妈一样爱他，他就能爱上你。他是个男人，他不是儿子。如果你们有了真正相对正确的婚恋观、价值观，才能碰到能够携手在一起的人。二位调整认知吧，好不好？先别说谈恋爱的事儿了，调整好自我的认知，才能拥有另一半。我个人认为，你们爱的不是彼此，
你们2位可能分别爱的是自己，爱的是自己的为某一个对象付出的那个悲壮感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悲剧性人物。然后我先从这个姑娘这儿，您的父母他一定是爱您的。那如果父母在任何一个方面无条件的给予您，不考虑您的感受，是不是您也会觉得窒息啊？会。对，所以说，就是您从您自己的角度，您认为无条件的付出给这位兄弟，然后您就觉得为自己的悲壮感所感动，其实的核心是您爱的是自己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说这个兄弟点啊，就是你看啊，带着现女友见前女友，还任由现女友和前女友发生了肢体冲突，这个事儿兄弟咱们做的不敢苟同。我相信这个观点，您现在扪心自问。然后刚才严老师说的也非常对啊，就是您对前女友现在又有笔记本电脑让您修，您又付出，您又给他这个掏钱，其实您爱的是自己的一味的付出。其实人很容易为自己的一个悲壮性行为所感动的。我今天对2位的观点是，不妨客观冷静地考虑一下，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交往。我们第一组嘉宾啊，你们4位都回到正门之后，看看你们的最终选择。来，请回。老师们觉得我们第一组这个夫妻肯定出来是吧？出来吧，肯定出来，我觉得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啊！关键是看看他们出来之后是不是状态能调整一下哈。来，请开门。欢迎。哎，手拉手。哎，这个手拉手多好。不穿带跟的鞋，穿了也没用。你们俩很和谐，就身高高低一点都不重要，关键是我们爱的心平等就好。对，我觉得5位老师都说的很对，有些事情确实是我可能没有考虑到，然后没有想好，而且他也说了，我们2个互相之间其实都有一些矛盾和问题，然后以后大家好好商量，好好解决就好了。妻子又是还委委屈屈呢，你老公多好呀！哎，你看你笑得多漂亮。是。就是还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吧，然后希望。这话说的又不好听，也给自己一次机会。你们俩彼此在一起就都是机会嘛。对，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，然后以后有什么事情，然后我希望我们可以多多沟通，啊，有话好好说。那先好好抱一个吧，我们一起见证一下他们的幸福。哎呀，多幸福啊！太棒了！一起为生活加油！好，好，好，谢谢老师们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再见。那这一对呢？他们会出来？肯定不出来了呀！对对，你把门给他封上，我要。真的，我希望别出。就我们的心愿是他不出来，但实际上他们2个会出来吗？不会出来。不会。这个女生，我很欣慰的是，通过我们5位说了以后，她放下了自己。这很重要。对。那希望他们能听懂我们的建议，别出来了。来看看结局哈，请开门。这如果出来的话，我把女生拉走。真的。哎呀，没有，这是没有了啊，好事儿，好事儿啊！说明他们也听懂了我们说的，也对自我的情感的认知有了更清晰的一个解读啊。这个爱情其实总不会那么一帆风顺的，没错。但是长久的爱情都是可以去调教校正的，会越来越好。那不恰当的爱情，其实分开也罢，我们去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。